今天的影戏就从一条小鲤鱼开始。有一天，小鲤鱼和家人走散了，再也找不着家了。它孤零零地在水里游啊游，游啊游。有一只小天鹅见它可怜，就一直陪着它。他们成为了好朋友。小天鹅对小鲤鱼好得不得了，一直帮它，照顾它。日子久了，小天鹅也喜欢上了这条小鲤鱼。可哪知道，这小鲤鱼不仅傻，心思还坏得很。它自作聪明，认为小天鹅的母亲吃了它的父母亲人。不管小天鹅对它有多好，它都要杀了它的母亲，替家人报仇。小天鹅当然要阻止了，因为它知道，小鲤鱼虽然心硬得很，毕竟不是它母亲的对手。小天鹅太为难了，它舍不得小鲤鱼，也舍不得自己的母亲，只能用自己的性命去化解小鲤鱼心中的仇恨。可谁知道，吃了小鲤鱼父母的根本不是小天鹅的母亲。得知真相的小鲤鱼却再也没有管过小天鹅的死活，就这么把它孤零零、冷冰冰地丢在一边。你说，小鲤鱼该不该死？该死。往事随血碰入湖中，煮一盏爱恨成痴痛。饮尽慈悲尽也是。还好这只小天鹅还活着，否则小鲤鱼也活不下去了。心已经死了，活不过来了。小鲤鱼对不起小天鹅，不敢求它的原谅。那小天鹅还愿再见见它吗？其实小天鹅一直在等他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殿下。爱是宿命一场血肉，是情中风雨月相逢。阴谋阳则不如红尘里相拥。只路岁月满地沉重。你的伤还好吗？回首一见中匆匆。爱是宿命一阵春风，是心动，却与花相逢。破开千人千锋，俗世都成颂。去路点流已不动，桃花红，不看万事踪。回首一见中从容。
殿下，你武功高强，要再这么用力的抱下去，我这手臂就该废了。你还敢叫我殿下？安徒，你说你当初对我那么冷漠无情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有今天。我不配有今天。我不许你这么说。以后，只要我找你，你就必须来见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安徒，我希望以后有我在的每一天，你都可以更加的开心和自在。我当然开心和自在啊！我是东夏的公主，又是枕楼的老板。我的家人、朋友、喜欢的人，我现在通通都有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某人太贪心了。我不能贪心吗？看你，哭得眼睛都肿了，小天鹅变小青蛙了。还不是因为你。是，都是在下的过错，那还请香小姐不要记恨，以后也常邀我来你的枕楼做客。我可不记仇，我有仇，都是当场报。藏海，现在我母亲在，你也在，误会也解除了，我觉得很安心。那你今晚可以睡个好觉。我可不困，今天枕楼不待客，只要我想，接下来多少天都可以没有人来。今天我要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。今天，来日方长，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跟你说。你受伤了，需要休息。好，我说，那你想听什么？什么都行，你先说。那得从10年前我挨的那2鞭子说起。藏海，我不说，不说。呆子，你快告诉我，我母亲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其实我也没想到，我父亲和你母亲早在10年前就认识了。什么10年前，我父亲在东夏修筑风扇台，结果阴差阳错救下了你的母亲。所以你说呀，这天下间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。10年前我就见过你，10年后我回京城的第1天，又见到了你，而且之后还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。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很多话想对你说，但我又不能对你袒露身份。
这里的门已经被机关封死，从里面永远都打不开了。看来我女儿不在这儿。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这是谁的陵墓？前朝真宗皇帝的女儿，永宁公主的陵墓。真宗对她宠爱至极，但永宁公主后来死在了他乡，所以她的这座陵墓还没有修建完成，便废弃了。永宁公主的故事我知道。她出嫁边塞，跟可汗生了一儿一女，生活幸福美满。但好景不长，可汗的哥哥赤乌竹发动了政变，杀了她。永宁公主和她的儿女也不能幸免，被绑在木柱上，活活烧死。那时候的真宗还没有能一举剿灭赤乌竹的兵力，只能隐忍。5年以后，真宗率30万大军亲征，一举清剿了整个漠北。赤乌竹也被绑在木柱上，烧成焦炭。这里所有的壁画，都是真宗皇帝当年亲手绘下的。他在告诫自己，永远都不要忘了丧女之仇。你引我来这儿，不仅仅是为了讲永宁公主的故事吗？那一晚，我们全家被杀的时候，你看着熊熊烈火，心里在想什么？你也是有女儿的人，如果当时死的是她，你又会怎么做？我当然会为她复仇，但你别忘了，你要是杀了我，你跟我女儿就再没可能了。用暗毒来为自己开脱，那你打错了算盘。我可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是吗？那你为什么要重新描摹一遍这里的壁画呢？你是怕日子久了，自己会慢慢忘掉仇恨。人只要一天一天的活着，仇恨终究会消磨殆尽。所以你在这里不停地描绘，让仇恨的火焰继续炙烤自己，甘愿让自己的人生停在灭门的那一天。但时间不会停下来，它会逼迫你不停地往前走。你会遇到一个人，让你第一次感受到，除了恨，人生还有些别的东西。可你却更加痛苦了，因为你感觉到仇恨在慢慢的流失，所以你强迫自己放弃这一切，选择继续复仇。难道你就要用这个来杀我吗？你抬头看看，那些是什么？它们装满了麦粉，我只要用力拉绳，里面的麦粉就会倾泻而出。想用这支剑来杀你，的确不易。但若用它来点燃整个密室，可就太简单了。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手段，真不愧是蒯夺的孩子。你杀了我，自己也活不成，你就舍得这样去死吗？侃侃而谈，不过是证明你怕死。东夏女王也不过如此。藏海，你有心了，但你的权衡还是出了纰漏。你知道你的决定会给我女儿带来什么下场吗？她会变成下一个你，继续被仇恨折磨。即便你知道如此，还是要这样做吗？杀了你，我的确对不起安徒；但若不杀你，
对不起我死去的家人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母亲，安土，你走吧，我替你报仇。安图，你们都别过来！江海，我替我母亲死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家的恩怨就了了，好吗？母亲，你答应我，不要为难他。住手！你带他走。不行，你肩负血海深仇，若你为我放弃，你会抱憾终生，我们两个都会痛苦下去。这个仇，非报不可。傻孩子，在大营待了10年，气性变得这般大。你倒是还没有被仇恨彻底扭曲。不过你这个样子，又如何敌得过真正的仇人？与庄如影、曹静贤一同灭门我家的人，不是你。庄如影、曹静贤，我问你，你为何认定我也是？你与庄如影的关系，我尚且不知，但你与曹静贤是多年的盟友。他算什么东西？我若真要杀快陀，还需要帮手吗？你这样想，也不奇怪。先听我说个故事吧，你再决定是否要相信我。智奴，你真想的。安图，
图上所画的就是鬼玺。我们东夏的祖先传闻是昆仑山脉西陵圣母的后人，这鬼玺便是西陵圣母的圣物之一。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，我们的祖先离开了昆仑山，一路迁徙到了东边。他们发誓要在那里开疆拓土，成就一番霸业。不久，辽阔的漠北草原上出现了一位女将军，她战无不胜，所向披靡。传言说，她身上带着一方鬼玺，那鬼玺可以召唤阴兵，附在活人身上为她作战。后来，她自立为王，她就是东夏的第一任王，傅贤女王。传说傅贤女王称王后，虽攻城略地，战无不胜，可她的身体也慢慢在发生变化。在她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，再也无人见过她真正的面目。傅贤女王知道，那是她使用鬼玺后的反噬，于是她让人将鬼玺永远封存，葬在她的尸身之旁，并嘱咐后人，永不可开启地宫。但300年后，她的后世子孙明律胡达女王，也就是我的母亲，违背了傅贤女王的遗愿，让人从地宫中取出了鬼玺，以及打开鬼玺的钥匙，那3条铜鱼。再后来的事情，你也知道了。在武和35年，在与大庸对战的战场中，东夏虽用鬼玺战胜了大庸，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明律胡达女王临死前尘封鬼玺，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。在贞顺9年，鬼玺还是被你的父亲蒯夺找到。千百年来，鬼玺的传说让无数野心之人按捺不住。当他们知道鬼玺背后的力量时，会付出一切代价去得到它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搜集与鬼玺同源的磁石，终于打造出这个罗盘。只要将铜鱼扣在罗盘中央的磁针之上，鱼手就会指向鬼玺所在的方位。之前我与曹金贤合作，就是为了铜鱼，但现在我已经不需要它了。殿下想我怎么做？直到今日，你的第3个仇人还如鬼魅般藏于未知暗处。只要你愿意帮我找到鬼玺，我就助你找到第3个仇人，为蒯家报仇。藏海愿与殿下结盟。别着急，结盟之前有一件事情，我要跟你说清楚。殿下请讲。罗盘和我女儿，你只能选一个。你选择罗盘，就是选择继续复仇。我不想我的女儿跟一个背负着深仇大恨的男人在一起。但如果你选择我女儿，我要你放弃复仇，不要再打鬼玺的主意。母亲，你不想听听藏海怎么回答吗？殿下让我选，我选不出来。我父亲临死前留给我一句话：从前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但听了殿下与我爹的故事以后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原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的那句话，是留给殿下的。那么我也给殿下一个选择吧。殿下是想知道那句话
还是想让我做出选择？你威胁我？殿下对我爹的情感可以是真挚的，那么我与暗图的情感为什么不能是真挚的呢？母亲，我是您的女儿，找回鬼玺也是我的愿望和责任。自从我来大雍，危险就一直在女儿身边，女儿从未怕过，今后也不会怕。我算看出来了，你这匹马恐怕会比你父亲跑得更远。让我来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吧。藏海，谢殿下成全。从今日开始，你我就是生死一体的盟友。此处往右走。再往左。再往右走。一直走。向右转。大人，右边走不了了。停。大人请。你们好好休整，我去其他地方看看，还有没有什么需要修缮的。是，大人。来者何人？工部侍郎藏海。过几日会起大风，韩章殿修建已久，所以我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固的地方。
有劳臧大人费心，但皇上叮嘱过，含章殿不可擅自修葺，没有允准不得入内，还请回吧。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哎，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说话呀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知道鬼玺在哪儿了。啊？在哪儿？在皇宫，在皇上的含章殿里。含章殿。哎呀，这么说，你爹当年……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，普天之下最隐秘的地方，莫过于皇宫，莫过于皇上的龙榻之侧。那你说，皇上这么多年知不知道呢？要说在皇宫的其他地方，我尚且相信那是你爹偷偷藏的，可那是含章殿呀，皇上每天待的地方。你这么说，我爹当年挖到鬼玺，根本就不是个巧合。如果你爹修筑封禅台，是奉了皇帝的密旨，寻找鬼玺呢？可你爹为何不将童玉一并交出呢？按照女王的话说，这童玉可是开启鬼玺的钥匙啊！这个我也想不通。难道皇上就是？不是的，皇上不是第三人，否则他绝对不会允许平津侯和曹进贤拥有童玉。况且，如果皇上要杀我爹，在他递上鬼玺的时候就可以杀了，没有必要等到他回家之后再动手啊。鬼玺在皇上手里，童玉在你的仇人手中。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除了皇上和你爹，恐怕再无人知晓了。义父，说，簪海今日以修葺皇宫为由，将宫内走了个遍。他有何异常？行迹确实可疑，像是在找什么。最后，他在含章殿外驻足很久。含章殿？不错。之后，他就回去了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可笑啊！这么多年来，咱家进进出出含章殿多少回呀？钦天监已勘定了东陵山中的一处极地，会择良辰吉日，将玉胎敬送去那里供奉。全程我都会亲力亲为，殿下请放心。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出差错。臧大人，
带我参观一下这青天剑吧。当然，这是在下的荣幸。殿下请。青天剑设有天文、漏刻、神木、象夺、今后5司，各司分工不同，星象观测、报时报更、营造建设、丧葬入殓，都有所涉及。那你父亲呢？他最擅长什么？身为青天剑监正，自然是要精通各司技艺。总有最心仪的吧？如果真要这么说，他最喜欢做木工。殿下请。殿下，他当年就常常在这儿处理公务。他在这儿待了多少年？20年。如果没去东夏，他现在应该还在这儿吧？如果当时他留在东夏，也许你的家人都还活在这世上。天下憾事，皆是因为如果，但很可惜，偏偏没有如果。殿下。人来这世上，匆匆几十年，会得到很多，也会失去很多。走了的人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你要记住，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人。他宁愿舍弃性命，也要守护秘密。你宁愿失去性命，也要为他们报仇，是吗？人之渺小，只能被命运摆弄。我父亲当年没有选择，我也一样。走吧，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你刚刚说你父亲没得选，看样子你已经知道鬼溪在什么地方。鬼玺就在皇宫，在寒章殿内。快陀，这就是你说的大义吗？是啊，除了大雍皇帝，又有谁能让你父亲效忠至此呢？一国之主，要是得到这样一件神器，又何愁不能千秋万代？所以你父亲就义无反顾地替皇上拿走了鬼玺，是中原的君臣之道害死了他。不，我父亲当年拼死也要将鬼玺交给皇上，却没有将童玉一并交出，这才是他要的大义。好一个忠义两全！在你们大庸人眼中，皇帝到底是什么？是天，是君，也是父。
那接下来呢？我想要拿出鬼玺，用它引出第3人。在皇帝的眼皮底下，你胆子够大呀！就算能混进宫，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寒章殿吗？我需要殿下助我一臂之力。